大家好，我是老宋。今天前往的是位于日本九州东南部的宫崎县。宫崎县位置较为偏远，也没有新干线直达，所以交通较为不便。但这里全年日照时间在日本名列前茅，气候温暖，被称为阳光之国。面对太平洋的漫长海岸线，让宫崎成为著名的度假与冲浪胜地。内地地区则以火山地形、幽深的峡谷以及各种神话传说和古老的祭祀而闻名。宫崎其实是常被忽略的悠闲旅行地，可以慢慢走、慢慢看，吹吹海风，享受轻松自在的旅程。现在是在九州的宫崎机场，今天租了车，然后呢等租车公司的人过来。今天这个租的车是铃木的，很小的车，非常小，很可爱，当然很便宜啊，一天只要5000块，2天1万。这边真的是挺暖和的感觉，穿短袖我觉得没问题。虽然天气是阴的，但是温度挺高的。这条路上人就比较多了，大家都可能去那个青岛逛一下，因为顺着这条路往日南海岸走的话，青岛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景点了。果然到宫崎有很多这种芒果，宫崎是日本的芒果一个比较大的产地啊，所以应该有很多芒果做的食物。然后在青岛的这个旁边，它有一个青岛亚热带植物园。果然今天的海风还是挺大的，浪比较大。远方那个绿色的小岛就是青岛，它有一个桥可以走过去的。青岛是一座位于宫崎市外海、覆盖着亚热带植被的小岛，周围分布着大片整齐的玄武岩岩棚，因为形状像搓衣板，也被称为鬼之洗衣板。这些独特的地形来自海底的岩石隆起，长期受到海水的侵蚀而逐渐形成。小岛的景色带着浓郁的南国气息。穿过红色的鸟居，岛中央的青岛神社祭祀的是古代神话中的山信彦与丰玉姬。山信彦又称焰火火出剑尊，是古世纪日本书纪中的重要人物，也是天照大神的后裔，象征着山林与丰饶之力，与掌管渔业的兄长海信彦形成对比。传说山信彦因丢失了兄长的鱼钩，来到海底的龙宫寻找，在那里与海神之女丰玉姬相遇并成婚，最终带着神明的祝福返回人间，成为宫崎地区的重要祖先神之一。青岛正是两人故事的舞台之一，因此自古被视为祈求良缘的圣地，如今也吸引着许多情侣专程前来参拜。这边给100块买这个瓦片，然后把这个瓦片投到前面那个树的洞里面。在旁边的餐厅点了一个定时，今天点的是虾的定时。然后他先把生鱼片上来了，等一下虾再会过来。看起来还不错，不过价格其实不便宜，2900呢。宫崎这边呢，因为也是沿海的嘛，所以它的海鲜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很多的店都是以海鲜料理为主的。虾上来了，竟然只有一个虾，我还期待着有好几个，竟然只有一个虾，也不算非常的大。然后有一个海螺，撒在2900就只给了一个虾。
本来看着还是阴天的天气，结果就真的下雨了，一下突然间下挺大的，现在只能在这个公路休息站稍微避一会儿雨。宫崎比较出名的，除了那个芒果以外，就是橘子，他们这边橘子也挺有名的，日向夏。宫崎的特产其实还挺多的，还有这种日向鸡，就是他们的鸡肉也挺有名的，还有宫崎牛。其的芒果红茶和日向夏红茶，买2包茶好了。下雨，所以只能在这稍微的休息一下，然后买了一个芒果的冰淇淋。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海边的主题公园，现在不下雨了，所以稍微看起来天就亮一些了，就比较舒服。前面就可以看到那个摩岸人像了，它这也是模仿人家智利复活节岛的那个石像建的，也成了宫崎的一个有名的观光点了。大家都会来这儿拍个照，真的算是一个宫崎的名片了已经。这个公园其实还挺大的，看完石像之后，要顺着这台阶爬到山坡上。在这儿荡秋千，风景真的是不错，感觉是面朝大海。感觉这个景点其实就是放了很多让大家可以拍照的地方，让大家可以拍照的东西。不过景色还不错，其实就在海边，然后它的位置也比较高，所以可以俯瞰整个海面的。真的是就是让你来专门拍照的地方。离刚刚那个公园不远的地方，这还有一个叫醍醐神宫，这也是这附近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。所以神宫的话呢，其实简单来讲，它就是比神社会更高一等级的神社。通常来说，这种神宫呢，它祭祀的这个神仙啊，祭祀的神啊，它都是跟日本皇室的祖先相关的这种神。这个牌子其实应该也能看得清楚，它祭祀的神仙是叫卢慈草器不合尊，那它旁边注明了是神武天皇的父亲，所以它就是祭祀的神呢跟日本的皇室祖先相关的，所以它称为神宫。位于宫崎县日南海岸的醍醐神宫是一座极具特色的海岸神社，最大的亮点在于神宫的本殿直接建于面向太平洋的海石洞内，红色的回廊与蔚蓝的海景形成鲜明对比，在岸边可以欣赏海浪拍打的震撼风景。这里还有一个知名的投珠子的起源方式，大家会将购买的小陶石投向岩石中的绳圈凹槽中，如果成功投中，就代表心愿会顺利实现。买了5个珠子，200块。其实还挺难的，不容易投进去。刚没拍到，不过最后投的那个珠子确实进了那个中间的小水潭，虽然它反弹了一下，不是直接进去，但是最终还是进去了。
本来有点想放弃的感觉，有点远，但是后来想了想，还是赶过来了。看一下夕阳，哇，这边真的非常漂亮，尤其是现在傍晚的时分，马上太阳快落山了。这是都井甲，真的漂亮哇！看起来大家会爬到那个很高的地方。在更远处的那个地方，还有一个都井甲的灯塔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。今天订的是这边串间市的一个集装箱的酒店，之前其实都看到过，但是一直没住过。这边好像还挺便宜的。然后他这酒店也是完全自助的，他会发一个二维码给你，直接扫码 check in 就进去就可以了。门旁边放了一些这种备品，可以自己拿。左手边是洗衣机、烘干机。今天的房间是120。check in 的时候他会把房间号告诉你的。不过从里面其实看不出来集装箱，外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啊，120在这儿。然后最里面其实它还是有一个休息的空间，这边有微波炉、热水壶、贩卖机，挺大的空间。不过看起来外面只停了3辆车，估计住的人很少。哦，进来，哈哈，的确空间很小。然后它这床我估计得1.2米吧，感觉跟那大学宿舍的床的那个宽度差不多，虽然还是2张床。里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商务，比较便宜的商务酒店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电视机，虽然不大，很小，聊胜于无。旁边有烧水壶、茶杯、纸巾。然后这边是可能这些房间的一些介绍，然后还有一些充电器、遥控器、吹风机之类的。日本很多酒店它这种抽屉进来的时候是打开的状态，它就是故意打开的，让你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，否则可能你找不到什么东西在哪里。然后这边是洗手间，其实还挺大的，我以为洗手间非常小的，但是这样看起来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大的。很多那种日本的商务旅馆特别小，不过也是这种常见的3件套的形式。应该这家酒店我觉得开业不久，所以整体来说整个物品看起来都挺干净的。酒店在左边这边，然后出来之后完全就是农田，这种乡下的地方除了蛐蛐的叫声以外就没有什么声音了，非常安静。现在要去找点东西吃，刚好是晚餐时间。这里到灯还挺亮的，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什么公民馆。然后右手边有一个叫大奶屋的店，还挺近的，走过来大概3分钟吧。查了一下，它里面好像有卖那种定时的，感觉宫崎这边伊势龙虾特别多。今天去的每家店都有伊势龙虾，还有他们那个比较有名的鸡肉。然后晚餐点了一个也算是宫崎的名物了 ，Chicken Namba。就是鸡肉南蛮鸡肉吧，他们这边比较有名的，一般到宫崎来都得吃一顿这个鸡肉南蛮鸡肉。然后它的鸡肉是炸的，上面加的是这种塔塔 sauce 塔酱，好像叫，就比较酸甜口的那种，配的米饭。然后日本很多那种套餐它都会配一个茶碗蒸，小菜来味增汤。看起来量还挺多的，不过它的价格倒是挺便宜的，这好像就1200块吧。刚吃了一块，确实挺好吃的。它这个鸡肉我觉得挺嫩的，而且炸得很香。上面的这个塔酱，我觉得比平时吃的感觉稍微酸一点点，但是还可以，味道挺好的。
旁边的那个文化馆，看灯亮着，然后竟然门还是开着的。结果里面他们应该是在音乐季的彩排，10月26号，明天，只要1000块，其实还挺便宜的。这个城市啊，好像只有1万多人吧，就有这么丰富的文化活动，真是挺不错的。真的是15000人的小城，还有一个美术展，宫崎学院高校吹奏乐团的演奏会啊，这种传统剧团的表演，美术馆。音乐节真的是挺丰富的呀，文化生活挺丰富的。哇，今天的这个阳光真的好。其实这窗一打开，外面就是昨天那个田地。现在还有2辆车，大家都走了。今天白天的话就看得比较清楚，一个个这个集装箱连接成的房间。小车真的跟玩具似的。今天这天气真的是不错，感觉还是有点热的。はい。あ、はい。で、A、B、C、D。はい。ここから5分ぐらい歩いてください。E と F がありますので、6カ所ご覧ください。今天好多欧美的旅游团啊，大家也是来的很小众的地方。玉肥城迹是南九州地区保存最完整、最具特色的城下町遗迹之一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。这里原本是岛津氏的据点，后被伊东氏攻陷，但在1576年又被岛津氏收回，直到关原之战之后，才在德川家康的支持下由伊东氏重新复领，并在江户时代作为玉肥藩的藩厅延续了约280年。这应该是以前的那个护城河，现在水已经都干了，河道还在。城堡主体建筑早已荒废，顺着石阶来到旧本丸遗迹处，有大片的杉树，这也是非常著名的玉肥山。地上则是铺满了一层绿色的苔藓，光影从树间洒下，环境宁静而舒适，非常适合散步或小坐。旁边好像是小学吧？怎么今天好像很大的活动声在表演吧？哦，今天是小学的运动会，怪不得。小学运动会，这样看起来的话，这个小学人数真的不少，小孩还挺多的，所以这个城市人口还行，不至于太荒凉。很多日本小的地方人口没有什么人，人口减少，然后小学都基本上废校了，大概5个人、6个人、10几个人，这还有几百个学生吧，应该是。还挺有活力的，看起来。町割りは帯城を頂点として南へ藩士のエリア、商人たちのエリア、さらにそれを藩士のエリアが囲んでいます。そして周囲には外堀を兼ねた酒谷川が流れています。玉肥城在江户时代作为玉肥藩的藩厅，形成了占地约20公顷的城下町。城下町的街道仍旧保存着整齐的5家宅邸、白墙与木造的房舍，漫步其间，像是回到了江户时代的生活场景。很多人其实知道，九州的宫崎其实也是新海诚铃芽之旅的一大取景地。铃芽和姨妈一同生活的地方，一般被认为是宫崎县的日南市。而铃芽和草太相遇的斜坡上，可以看到草太身后除了波光粼粼的大海，还有一座港口，而这个港口就是宫崎县的油津港。又到了一个小镇的地方，这也是日南市吧，算是日南市的油津地区，油津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。刚好中午的时候，先在这边吃个午餐，
查到有一家拉面，看起来不错，脑酱拉面。哦，人还挺多的。小店看起来还挺有人气的，很多的这种棒球选手都来过。点了一碗面，他们这个其实种类不多，但是就是豚骨面，然后你可以选这种加上所有的配菜的这种，1200块。吃了一下，这个味道相当不错。然后它这个汤啊，我觉得非常鲜，然后也不咸，不像很多拉面特别咸，我觉得咸香适中，怪不得这么有人气，特别好。好安静的神社啊，这边。就是那种非观光区的神社都非常的安静，基本上也就是当地人会来。他还挺享受的。哇，这只猫真的挺肥的。底下绿色的这个就是运河，然后运河上呢，它建了一个桥。尤金是一个以港口为中心的小镇，江户时代开通的库川运河和横跨运河的库川桥是尤金的象征。这里处处保留着浓厚的昭和时代的风情。1686年，为了将当地的特产越肥杉树运出去，第5代越肥藩主下令开凿运河，耗时2年4个月才把这条运河打通。不知道为什么有当地的学生在唱歌。这应该算是尤金港最有名的一个景点了，红砖的一个仓库。现在这里面呢，它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市民的活动中心了。现在的尤金港就看起来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小镇，但是以前啊，昭和的时候还挺繁荣的，居住的人口挺多的。那时候这个房子，你看这么密集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尤金一度发展为远洋捕鱼与鱼类装卸的重要基地，被称为日本屈指可数的金枪鱼港口之一。只不过近年来产业逐渐衰退，虽然当地推行了港町的复兴计划，引入咖啡馆和创意小店，希望带来新的活力，但整体来看，尤金依旧像日本许多地方小城一样，面临难以逆转的萧条气息。1个小时开回到宫崎市了。这边有一个宫崎市他们的临海公园，确实是临海公园，名副其实的临海公园，就在海边，然后底下还有沙滩，很舒服啊这个地方。虽然说现在天气稍微有点热。宫崎市在日本人心中是除冲绳之外最具阳光与海滩印象的地方。这里面向辽阔的太平洋，海岸线日照充足，蓝天、碧海和海风一起营造出轻松带点热带气息的度假氛围。对于喜欢冲浪的人来说，宫崎沿岸也有不少知名的冲浪点，吸引着许多游客和爱好者前来。晚上吃饭和店主聊起天，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说自己原本来自大阪，因为太喜欢宫崎的冲浪环境，干脆就留下来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喱店。除了工作之外，就是尽情享受阳光、海浪和沙滩。宫崎的旅行常会感受到一种自由放松的南国氛围，所以对于想体验日本不同海岸风情的旅人来说，非常推荐可以来这里看一看。
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一期我们继续北上，去宫崎县另外一座非常小众的城市岩港市，去看看这座没有游客的小城究竟是怎样的一番风情。